你知道曹操盗过最大的一个墓是哪一个吗？江苏省盱眙县发现了一座占地25万平方米的汉代大墓，被证实曾被盗墓祖师爷曹操盗掘过。墓中有着无数的稀世珍宝，其中就有一件神秘的逆天武器。据说曹操用10年的时间找到此墓，就是为了得到它。无奈在墓中找了5天5夜都没有找到，最后只好拉走了40车的财宝，扬长而去。如今这把神秘武器惊现人间，它的制作工艺难度远超越王勾践剑的10倍，即便是今天最先进的科技也制作不出来。至于这件神秘武器是怎么找到的，还要从一起现代盗墓案讲起。接下来带领大家走进本视频曹操盗过的大云山汉墓之谜。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加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偷偷告诉大家，长按点赞2秒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。2009年1月，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伙盗墓贼来到了大云山，因为1个月前他们就已经探明了古墓的具体方位，如今只需1晚上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金银财宝了。求财心切的盗墓贼开始加快了盗掘速度，连炸药都用上。然而就在他们盗墓作业的最后1个夜晚，意外发生，2个在盗洞里面的同伙迟迟不见上来。洞外心急如焚的盗墓贼头目急忙下去查看，最后竟也一去无回。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地面上的盗墓成员不知所措，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到了最后瓜分财宝的时候，3人竟出不来了。他们遭遇了什么？难道墓中有机关？几天后，当地的村民在废弃的厂房里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轿车，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当民警到达现场以后，打开轿车，发现里面有3具尸体，3具尸体的鞋子上面都沾了一种特殊的泥土——青膏泥。出现青膏泥就意味着古墓的等级是在王侯级别以上。难道这是一起盗墓引发的命案？为了尽快破案，民警最后通过轿车上面的车牌号，把盗墓贼团伙成员全部捉拿归案。原来这群盗墓贼因为在盗墓的过程中使用了炸药，洞中的氧气被炸药耗完。求财心切的盗墓贼又立即下洞寻宝，最后导致3人一氧化碳中毒身亡。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大云山盗墓案。这伙盗墓贼是一个拥有16个人的庞大团队。是什么样的一座大墓，竟让盗墓贼如此疯狂？通过盗墓贼的供述，他们是在大云山的一处龙塘下面发现了古墓。通过对大云山的初步勘探，专家竟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：原来在大云山的下面埋葬着一座中字形汉代大墓，而大云山的山顶还有大小墓葬20多座。可以说，大云山的山顶就是一座大型的陵园。通过勘探，专家发现陵园的面积竟然达到了惊人的25万平方米，相当于35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曹操苦苦寻找10年都没有找到的逆天武器，终于在一座汉代大墓中被考古专家发现。同时，墓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金缕玉衣残片、汉代编钟、大量的铜钱陶器，还有大量的漆器。这些漆器堆满了整个房间。一位考古队员在其中一个漆盒里面发现了一块奇特的鱼形玉石，这块玉石能否揭开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呢？随后又出土了玉盆、玉盘，还有一套搓澡室。这些出土的文物也说明这座大墓的主人不是天子，就是诸侯王。随着对这座古墓进行更深入的勘探，专家又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。这座中字形大墓中有2条墓葬，在古代有2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一般都是诸侯王级别。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以后，考古队立即对大云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。这时人们不禁要问，这座汉代大墓里面到底都埋葬着多少奇珍异宝？墓主人又是谁呢？随着对古墓的深入发掘，考古队员发现许多历代盗墓贼留下的盗洞，墓中的文物是否已经被盗墓贼盗走了呢？墓室没有被打开之前，一切都是未知。通过对大云山山顶陵园的深入发掘，
考古队发现了3座主墓。1号主墓位于龙塘水下，除了3座主墓，还有15座陪葬墓。考古队首先发掘的是1号主墓，经过几天的抽水作业，龙塘里面的水终于被抽干。随后，龙塘的底部就出现了像现代铁锹一样的器物。经专家鉴定，这些器物正是古代盗墓贼遗留下来的盗墓工具。到底是哪个时代的盗墓贼盗掘了这座古墓的呢？随后出土的一把尺子，让专家推测出了盗墓贼当时盗掘古墓的年代。这把尺子每一尺的刻度是24厘。专家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，最后发现这种度量衡制度刚好符合魏晋时期的度量衡制度，这就说明这座墓葬很有可能是在魏晋时期就被盗墓贼盗掘。一提到魏晋时期的盗墓贼，专家立马想到了曹操。当时曹操领兵打仗，为了补贴军饷，曾组织过很多次盗墓活动，试图在墓中挖出一些金银财宝作为军饷。后来曹操为了方便盗墓，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，叫做摸金校尉。为了补贴军饷，疯狂盗墓。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，10座古墓有9座都是被他盗掘的。这一发现让考古专家有些失落，很可能这一年的考古发掘将前功尽弃。但是考古专家们并没有放弃，始终坚信会有奇迹发生。当1号主墓的墓室被打开以后，墓中的景象和专家想象的一样，一片狼藉，主墓室基本上被摧毁。就在大家失望之余，在主棺附近发掘的考古队员有了一个重大发现，一些散落的金缕玉衣残片让考古队重新树立了信心。要知道，中国迄今为止发掘出土的金缕玉衣还不到10件，在古代，金缕玉衣也只有皇帝能够享有，其次就是诸侯王，前提必须是皇帝赏赐的才能使用。墓中有金缕玉衣，这一发现让考古专家坚信，这座诸侯王大墓很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果然，在考古发掘工作的第5个月，专家在墓室的回廊部分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陪葬品，一整套黄金编钟，还有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，数不尽数。考古队员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原来，当时盗墓贼进入墓室的时候，回廊部分早已坍塌，因为只看到了一层铭记，认为那一区域没有值钱的财宝，就忽略了，所以那一区域的文物就保存了下来。随后，考古队员在墓室中清理出来了一块鱼形玉石。原来，这一块鱼形玉石是墓主人生前用来磨脸的。古人认为，长期使用玉石磨脸可以使皮肤更加的光滑。随后，墓中又出土了大量的化妆用品。这些出土的化妆品让专家恍然大悟。专家猜测，墓主人生前一定是一位非常注重仪表的君主。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，专家在大云山的山顶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瓦片，而这些瓦片的上面无一例外的都刻着2个字：东阳。这一发现立马让考古专家想到了东阳城遗址。经过考古队的讨论和对史料的核对，最后确认6位与东阳城有关的墓主人，他们分别是刘邦的堂兄荆王刘贾，发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，江都王刘斐、刘建父子，刘邦的亲哥哥刘仲，还有唐义侯陈婴。随着对1号主墓的深入发掘，专家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。原来1号主墓的椁室形式竟是黄长题凑，这是汉代等级最高的厚葬形式，只有汉代帝王才能享有。所以专家很快排除了河阳侯刘仲和唐义侯陈婴。随后又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，可是专家始终找不到一件标有铭文和纪年的文物。最后专家通过对墓葬的建造规格还有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分析，墓主人生前一定是一位非常有钱的君主。很快专家用排除法排除了刘邦的堂兄荆王刘贾，因为当时刘贾生活的西汉初期非常的贫穷，墓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陪葬品。最后专家又在外藏椁的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钱币，如果找出这些钱币的铸造年代，很快就可以判定墓主人生活的年代。随着对这些钱币的清理，专家估算这些钱币的重量达到了1吨。最后这些钱币被鉴定为4铢半两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考古队员在1号主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枚封泥，
崩泥的上面刻有江都。这一发现也很快让考古专家排除了吴王刘濞。墓主人到底是江都王刘斐和刘建中的哪一位呢？根据史料记载，专家发现有关江都王刘斐的记载都是简单叙述一下生平事迹，没有做过多的介绍。而他的儿子刘建在史书上却有大量的记载，记载的都是他的昏庸无能，比如把宫女的衣服扒光，然后让她爬到树上，不给她吃喝，让她在树上待10天，还有就是把不会游泳的随从扔到河里面，让他活活的淹死。随后考古队员又在墓中发现了大量带有纪年的文物，通过对这些带有纪年文物的研究，发现这里面最晚的一个纪年是27年，这与历史上记载江都王刘斐在位27年完全吻合。最后专家确认大云山发现的这座大墓为江都王刘斐的墓葬。当考古发掘进入尾声的时候，出土的一件神秘武器让众人惊叹不已。这是一把2000年前的王者之刃，最让人感到吃惊的就是兵器上面的暗花纹。专家表示，这把王者之刃上面的暗花纹是用化学的方法镀上去的，即使是现代的科技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复制。难怪曹操不惜花费10年的时间寻找此物。其实这把武器的制作工艺难度早已超越了越王勾践剑，可惜到曹操去世的那一天也没有得到这把逆天兵器。你对曹操到过的这座大云山汉墓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